大家好，又到了小秋水影片的单元了。今天跟大家聊聊靠车。现在映入眼帘的有7台公路车，我们很常在公路车停车的时候是这样子停的。这我发明的一个说法叫做 6-9 to each other， 就是前后叠，然后靠着墙壁。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形成一个恐怖的平衡，然后大家脚踏车可以停好，然后又可以不要占据这么多空间啦。所以这是我们单车出门、拢溜人的时候、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 6-9 to each other 的方式来靠车。结果呢，靠车靠出了问题。我先跟各位解释哦，尤其没有在骑脚踏车的。为什么我们的公路车没有那个卡洞？一般你们会认为像 U-Bike 它有那个驻车架啦，或者立车架，可是我们的公路车都没有立车架。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公路车不能装立车架。我们用这台脚踏车当例子哦 ，Ridley Third Gen Aerotech， 简称黑色的快速的诺亚方舟。一般我们以前在骑脚踏车这边会有个卡洞嘛，立车架嘛。那现在呢，公路车是规定不能装立车架的，为什么？很危险，或是说不成文的规定啊，不能装立车架，因为你这个立车架如果你要骑的时候，它撇起来一根在这边，那我们公路车它是需要大家骑很近的一个运动，它就是这种运动，因为大家要尽量骑在一起，躲风，集团前进，让风阻更小。这个是公路车这个运动，它必须就是这样做，就是要大家骑很近的一个运动。所以你如果一个立车架一根在这边的话，可能会插到别人的轮子里面，很危险。所以公路车不能装立车架，这个是事实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你可以硬装立车架，可是你硬装立车架又要想要骑在集团里面，这个就是一个白目的行为。绝对会被学长干掉到翻，所以我们的公路车不能装立车架。那回到靠车问题，我们一群人出门骑脚踏车的时候，要停公路车的时候，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这样 6-9 to each other， 这样子节省空间，然后又可以把车子停得更牢靠，然后最好找一面墙壁。就这样子把车子停好，这是我们很常用的停车方式 6-9 to each other。可是呢，这种停车方式呢，停出问题了，在 Trade 上呢炸开了锅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Trade 上的文章。附带一提哦，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好奇，我去哪里生出7台脚踏车来 6-9 to each other？ 天机不可泄露。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，Trade 上出现了一篇文章，它的名字啊叫美学整合 Nina Huang，Beauty Nina， 台面下的妮娜老师，看起来是一位蛮漂亮的女生。她在大概是今天中午的时候 po 的了，她就 po 出一张照片，就是一个铁门呢，前面有很多台公路车在 6-9 to each other。然后呢，他文字是写我要一台一台移，还是直接开铁门让他倒？妮娜，你这边写错了，我鸡蛋里挑骨头啦，不是让他倒，是让他们倒。当然不要开铁门让他们倒了，拜托一下。店名是 Bar Dead， 我查了一下，这个 Bar Dead 应该是在台北，它是一个鸡尾酒酒吧。可是 Bar Dead 的营业时间是晚上7点到凌晨2点或凌晨3点。那这个 Nina 她可能不是 Bar Dead， 因为 Bar Dead 是晚上7点才会营业啊。那这个 Nina 她中午就想要开铁门，应该是楼上，我判断是这样。第二张图，后来那个 Beauty Nina 她有说明了，我念一下，后续说明有先到附近餐厅看是不是有骑行的人群。我赶着要上班，所以决定轻轻的一台一台搬。如果后续的麻烦，后续再说吧。但被有人阻止，所以就停手电话报警。警察还没来，就有一位大哥跟我说，他们用个餐很快就走了之类的。我跟他说我要营业了，陆陆续续大家来移动自己的车，但没人跟我致意，倒是都很关心自己的车。好啦，毕竟不便宜。等到大家都顺利把自己的车移走时，我就开铁门。这时候有个女生说：“这么急呀？马上开铁门，不等我们走之类的话。”
我心中1000个疑问，但不想再计较，到此为止。希望他们今天骑行平安，玩得开心，也希望自己今天帮客户做100分的妆造，100分的发型。祝福大家周末愉快。所以他应该是化妆的，所以他不是 bar dad， 不是鸡尾酒酒吧，可能楼上他有一个个人工作室。我个人判断是这样，他就是赶着中午要开门。这个情有可原啦，因为这是你一回到家发现家里的门口怎么被堵住了，那你当然会傻眼嘛。所以他当下做的一个动作就是马上 po 那张照片到 tray 上，脚踏车停在人家的铁门。的确是不太好。我个人呢，我也不是圣人，我有时候也会犯这个错，所以我会提醒我自己以后不要犯这个错。因为你现在停在铁门，人家铁门那边，你也不知道人家铁门什么时候会开门，所以我们不要停在人家铁门那边，这的确是不好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后续。后续呢，这个 Beauty Nina 还有留言，我真的是说一声对不起就会没事的人。但大家都当没事一样慢慢移车，感觉很差，但是不影响我今天美好的一天。下次可以留个电话号码，祝行车平安，有美好的一天。那底下很多留言啦，最重要的一则留言可能是就是那一坨脚踏车的车友，我念一下，抱歉，我是其中一位车友，也谢谢您没有直接开启铁门，下次会注意的，不好意思。影响到你们的出路，跟您说声不好意思。这篇文章呢，我鸡蛋里挑骨头一下。你这边写跟您说声不好意思，那你上面那一句影响到您们的出路，你也要写您啊，这样才有敬语啊。这篇留言呢，最重要的点是这个 Beauty Nina 原作者他有来按爱心。所以代表这件事情就算了，不要紧来啦。好啦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嘛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那这件事情我看就会这样子就算了，那只是在 tray 上大家吵很凶，那要吵就来吵啊，就来水影片啊。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这样啦，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那我也跟没有骑脚踏车的人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们的公路车都没有卡洞。它都必须要这样子前后靠，就是因为安全性问题装那个卡洞。那就算现在有装了卡洞，其实也是很占空间，因为我们每次一次出去都是几十台脚踏车，那一次停下来，那个也是蛮壮观的。我们不是说很炫耀说我们的脚踏车很贵还是怎样啦，那的确我们喜欢一群人骑脚踏车，它是一个事实。那我们喜欢一群人骑完脚踏车之后一起休息，那所以未来我们要停脚踏车，真的要 be careful 一点，要看看停哪里比较不会影响到别人，尤其这个在市区，我看起来它那个 bar dead 哦，这个在市区哦，很市区哦。它在士林区内，中山北路5段呢，那代表那个就是一个交通繁忙的地方啊。然后可能大家骑一骑就想要约吃饭，就吃喝团嘛。那边可能要吃个早餐吧，或早午餐，还是吃个中餐。在台北市不止停汽车麻烦，停摩托车麻烦，现在看起来停脚踏车也蛮麻烦的哦。那市区这么挤怎么办？有很多那种单车友善的餐厅啊，单车友善的餐厅就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，它就会规划一个很好的停车位置。我跟各位分享啦，我刚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大概在20年前，那时候真的是对单车非常不友善。我在那边停脚踏车，连靠到 Seven 的玻璃都不行。我曾经被 Seven 的店员骂过或念过，就说不好意思哦，这个玻璃不可以靠。现在各位还会有那种 Seven 的玻璃不给靠吗？因为我们脚踏车它其实它不是一个什么很锋利的武器，那个我们靠轻轻靠，其实不太会怎样。那我们就是要消费啊，那我们就必须得停脚踏车啊。那我们就是没有卡懂嘛，这个我刚才有解释过，我们没有那个卡懂的原因嘛，没有那个立车架或驻车架的原因嘛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和平相处的方法？大家各退让一步哦，你退一步，我退一步，和气生财嘛。那我看起来这件事情就这样子了，没事情了。只是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，停脚踏车要 be careful 一点啊，包含我自己未来停脚踏车要 be careful 一点。那像现在这7台脚踏车停在这边就很安全，不会影响到别人，后面也没有铁门，然后也很固定，不会摔倒。
我们脚踏车停靠问题讨论的水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再水影片，拜拜。